这便是诸位的第一关考试。规则很简单，上去的过关，上不去的回家。我来。嘿，呀，出局，下一个。这崖壁根本无法落脚。既如此，施法飞上去便是。魏庸兄，他是谁？京城秦家的小公子秦玉，他父亲是天策上将秦景，兄长是中武将军秦飞跃。看来那个秦将军从玄冰里取出了龙珠和断剑。因为你也姓秦，不少人还猜你也是秦家的世子。我虽不会飞行，但我能把自己吊上去。秦兄弟，我拉你上来。不用。战气流派的刀法，厉害！秦牧善战，魏庸聪慧。秦世子战绩精湛，不知这刀法师承哪派宗门？无门无派，这是我家屠爷爷自创的杀猪刀法。好一把杀猪刀！秦世子对我的佩剑颇为留意，莫非也精通剑道？看着有点眼熟。你不可能见过，因为它来自一处神秘所在，200年无人领略过此剑风采。10人一组上前，使出你们最强的招式，对战神奇虚影。每组剩1人，这人便算过关。咱们兄弟俩可别分在一组，下一关见。厉害，元气可化神奇，而道人至少是天人剑，还需同时应付这9个世子。考核开始。10者存1，我赢了。其他人都在合力对抗神奇虚影的攻击，唯独他向其他人下手，邪性，实在邪性。你过关了。这邪性少年把其他人都带坏了。过关。
这么厉害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承认了。不能让那少年祸害太学院，希望后续考核能将他刷下来。这一关考验心性。奇怪，倘若这位少年真如评语所写的那般邪性，又如何能在我的禅云下支撑这么久？秦牧，赤子之心不为外物所动。这个利州府的秦牧怎么回事？说他邪性，又说赤子之心，这些家伙胡乱写评语。老师，外面剩下14人，但10个录取名额里，江陵已经内定了3个名额。此前京城秦家传信说，小公子秦玉想要进入太学院。还有骠骑大将军、泰山王等6家也想。权贵不能轻易得罪，这4人没有背景，便只好委屈他们了。那是燕山府墓的亲戚，旁边是宇都浮云的表亲，这个倒没听说过，好像叫司云香。你姓司？我有个亲人也姓司。云香对秦世子很是钦佩，希望能一起考入太学院。江陵来的世子出列。江陵受难，死伤惨重，3位世子无需再考，可直接前往太学殿面圣。秦兄弟，不得喧哗，其余世子稍后，考核马上开始。齐世子，也就是说，只剩下7个录取名额了。真是奇葩呀！各位世子，我乃太学院监丞凌云，这一关由我来考验你们炼气成丝的本事。太学院纯阳殿传授的是炼气之道，其中凌云道人更是以修为精深、炼气纯阳闻名。以云香的本事，恐怕……公平起见，我会自封神藏，只保留5要境界，而你们只需坚持3招，3招不败便算过关。每个剑匣中藏有木剑36口，你们随意取用，而我用这1口木剑足矣。他控剑的元气丝，细如仙毫，
却有万军之力，单凭元气很难获胜。若想通关，还得靠剑法。丁山狮子上前。冰鹤狮子。这两位狮子所用招式相同，似是延康国各地小学士子必修的剑法。剑法虽然精妙，但相同的招数只要被破解一次，就能被破解1000万次。真有人能接住他3招？秦玉狮子，请上前。你虽是秦家的人，但我不会留手，尽管施展你最强的本事吧。我能否使用此剑应战？此剑再不凡，却已折断锋芒，恐怕不比木剑趁手。我用这一口断剑足矣。秦玉的剑法里竟然有真龙之势，他肯定见过真龙，参悟出了真龙剑法。他是秦飞跃的弟弟，难道是永江龙宫里的那条幼龙被秦飞跃带回延康救活了？不愧是秦家公子，3招已过，你通关了。好厉害！虽然只有3招，却已攻防交换无数回。确实精彩。但之前2场考验时，凌云道人都是以浑然强劲的炼气之道全力之敌，面对修为更强的秦韵时，反而实力更轻。有猫腻。秦木狮子，秦狮子，千万小心！她好像很关心我，又跟婆婆一样姓司，难道她是？是我想多了，婆婆从不害羞。又一位秦世子，对，我姓秦。唉，可惜你的秦不是京城秦家的秦。老师，能不能用2个剑匣？规则并未限制取用木剑的数量，但2个剑匣共72口剑，操纵难度只会更高，切莫勉强。你连炼气成丝都没学过？我比较笨，您请。无妨，你尽管出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凶悍的元气？
凌云，还不赶快起来！臣御前失仪，请陛下降罪。陛下，凌云多半是轻敌了。不过这位与他比试的小学士子确实本事了得，72口木剑精准击中同一部位，竟以木剑之盾攻破了凌云的护体罡气，令他负伤。大祭酒，看来小学士子的比试比这大学士子的还要热闹。朕倒想看看谁有这等本事。秦世子一招挑剑时，竟将凌云道人直接挑飞了。秦世子，果然厉害。大考暂停。秦世子，惊扰圣驾，定有重罚。陛下传你来太学殿问话。这些都是延康国的文武大臣。祖师妃介在，这衣裳衬得她真像个公主。这就是延康国当今的皇帝，好像是叫延丰帝。秦飞月、顾离暖，他不会还想把少伯剑抢回去吧？你就是击飞奸臣的小学士子，你来自哪里？启禀陛下，秦穆世子拿的是利州府路也。陛下容禀，此人乃是大陛下。实不相瞒，我来自大虚。陛下，他不只是大虚器民，还与天魔教有密切关联。便是他与天魔教阻挠我延康进军香龙城，这次更不知施展何等手段躲避失禁混进来，实在居心叵测。还是大虚呀！请陛下明鉴，下令拿下这贼子。诸位爱卿稍安勿躁。他如此坦诚，不像居心叵测之徒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朕的朝臣中有着各教各派的精英，若论出身，有半数是魔教、魔道。你是天魔教弟子？是。天魔教一向神出鬼没，而今教中弟子也进入太学院求学了，很好。天魔教也是朕治下的教派，也是朕的子民。小秦将军，你让朕拿下朕的子民，那朕还如何统治天魔教？陛下，太学士不仅是世子，更是我延康8品官职。他一个大虚器民，神之器民，朕未必弃；神可弃众生，朕不可。到了朕的国土，无论来历，都是朕的众生，哪里来的器民？这个延丰帝竟然处处向着圣教和大虚说话，是拉拢还是？可是陛下，最近屡有宗派作乱，以国师违背神谕进入大虚为由，攻劫我延康。臣只怕天魔教也蠢蠢欲动。哼！这些宗派总想搞件大事来吓朕，名义上是反国师，实则是反朕。
无非是想让朕的屁股挪一挪，做给他们的屁股坐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从前国家是宗派的附庸，谁来做皇帝都由宗派做主。他们怕在国家身上吸血，怕在百姓身上吸血，哪个皇帝不由他们心意，便换掉、杀掉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宗派绝不能凌驾国家之上。朕与国师大兴治学之风，推动变革，就是要将宗派不该掌握的资源收归国有，改变宗派拿捏国家命脉的境况。朕不但要变革，还要革命，革这些宗派的命，革自己的命。这些宗派不想变革，那就等着朕去革他们的命。不但宗派要变，朝廷也要变。朝廷不变，迟早完蛋。国师的作为都是朕授意，反国师就是反朕。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朕失态了，都起来吧。陛下所言，振聋发聩。他躲避世境，进入我延康国境，亦是事实，理当严惩。父皇容禀。秦牧世子正是近日名动京城、救治百姓的花象神医。花象神医，朕听说过。诊病不分贵贱，施治不拘一格。秦牧世子果然是年轻有为，正是我延康用得上的人才呀。此等一举是否足以将功抵过，免去他的罪责呢？既是神医，那不但不该罚，反倒该赏才是。朕宣布，从今往后，秦牧世子便是朕亲自收的天子门生。啊？哈哈哈哈哈！炎峰帝下令将小学士子的考核也挪到太学殿进行，凌云道人再也做不了守将。只是除了我和司云香，其余众选者依然出自名门世家，就像太学士子会于这太学院一样，财富、权柄、神通、法器，却多数会于宗派世家之手。寒门世子再努力，也难以突破所谓家学渊源的壁垒。长此以往，延康国被宗派世家把持，阶层固化，必会产生毒瘤蛀虫，国家必不长久。炎峰帝有变革之心，这边请。但他能扭转这种现状吗？祖师又为什么要我考入太学院呢？秦兄弟，秦兄弟，咱们以后就要住在世子居了。听说历年破格招收的小学士子都在这儿。弃民这种该当诛杀的贱民，既然住进了世子居，简直有辱门楣。
二位师弟，你们知道弃民住哪儿吗？与弃民为邻，我也羞愧得很。他就住在那儿。师兄们，随我来。走，我倒要看看这弃民长什么样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对了，诸位师兄，太学院允许杀人吗？当然不行，律有常刑，杀人偿命。我们只是要教训了弃民一顿。京城的规矩真多。七兄弟，不像我们大虚。大虚，你就是那个弃民。正是。秦兄弟闯大祸了，这些师兄资历深，关系广，定会报复他的。横扫京城无敌手，脚踢800太学士，武耀无敌。弃民，你竟敢偷袭我们！再敢提弃民二字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这位师兄，我是国公府魏家的，与此事无关。今日这般，我一定会替你们保守秘密的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祖师，少教主，你终于来了。少教主一路走到延康，感觉如何？我走一路看一路。只见延康国有大兴之兆，道法神通，锦溪百姓日用，日新月异。水下有行舟，空中有楼船，地上有飞轮车，炼丹术也被运用到核心驱动之中，造化神奇。武阳县雨涝排云，漓江县借水势引动冶炼机关，江陵郡以造化之术扩建江上新城，近乎神迹。待到京城，更是人文荟萃，民息物富。延康国虽然有所动乱，但是乱不了太久，之后便是无比强盛。听你的意思，认定宗派无法与国家为敌了。小学、大学和太学的设立，已经确定了延康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派。其他宗派都是这个宗派的小学、大学，不过为延康国提供士子而已。如何与国家相争？可如今天下大乱，国师亦身受重创，延康国岌岌可危，随时可能国灭。祖师，你在诓我？延康国师如果真的受伤了，怎么会让芝然署这样毫无战力的官署押送药材呢？他肯定是在欲擒故纵吧？还有一重苦肉计，否则骗不了天下宗派。他回京之后，我见过他，伤势的确很重，据说是3个跟我同时代的老怪物一起出手将他重创。延康国师，这是将计就计啊！那些宗派怕是要吃亏啦。少教主，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？人中雄杰，胸怀宽广，旷世之才。
炎封帝口出狂言，要革宗派的，延康朝廷的，如此行为不只是不尊神谕，更毒神之嫌呐！阁下有何大见？若他执意要对神谕不敬，对宗派不留情面，那正道、禅道和魔道三大魁首，必然不会坐视不理。少教主，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？人中雄杰，胸怀宽广，旷世之才。当年他来向我问道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本想收他为弟子，却发现他的才学应有超过我的势头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那么，既然延康国凌驾天下宗派之上，国师又是旷世奇才，天圣教也是宗派。若国师要灭天下宗派，灭圣教，我教该如何自处？有2条路：一是变教为国，圣教要立国，则需远离延康，以免被吞并。但圣教360堂立足于市井百姓，离开了延康，只怕会破坏根基。第2条路呢？依附延康国。你做教主，便是想让圣教灭教？好大的胆子！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没有这个念头。有，头先放在你的脖子上，继续说下去。敢问祖师，太学院中寒门士子占几成？1成。延康国的官员有几成出自太学院？7成2。这便是太学院的弊端。200年后，天下官员都将出自太学院，而太学院中无一名寒门子弟。寒门越发贫苦，世家越发富贵，民怨必然爆发，那便是我教一统天下之时。滚滚大势，无人能敌，无人能挡。你要造反，陷圣教于不义，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，别闹。你用200年让圣教成为另一个延康国，再过200年呢，照样会有人推翻圣教。请祖师赐教。我也看不到200年之后的事情。啊？不过，我的想法与你有所不同。我想的是圣教教义，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。延康国师崛起时，我便看出了他的雄心壮志。他来向我问道，我就将这句话告诉了他。他现在做的就是这句话。祖师是想通过影响延康国师，来影响延康国，让延康国成为圣教。倘若延康国做到了圣人之道，延康国便是天圣教。祖师圣明，你已经是圣人了。我做不到圣人之道，延康国师也做不到。诚如你所说，200年后，权势都将被世家把持。我已经失败了，这个担子往后交给你了。比起灭教，延康国师更想控制圣教，为他所用，对吗？不错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。你年纪小，修为低，他会觉得可以掌控你。倘若他未来能实现圣人之道，让他掌控你，掌控圣教也没有什么。
倘若他做不到，你取而代之。祖师，这是什么雨？九龙之气聚集在这里，形成了这片湖水。这鱼吸收了龙气，因此叫做九龙记。这种鱼一身硬骨头，没有多少肉，只能用来煲汤，但煲出来的汤味道特别鲜美。祖师的意思是让我做一身硬骨头的九龙记？想多了吧？做人有什么不好？偏偏想做鱼。你想被人煲成汤，我就是嘴馋了，带你来喝鱼汤而已。你知道我为何要做太学院的大祭酒吗？我为的是博览天下所学，为的是见证一个新时代。可惜，只怕我无法看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看到。时代？那要怎么看？站的高度不同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。鸡雀低飞，只能看到方寸之地；雄鹰展翅，千里皆是猎场。少教主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便能看到200年，已经是个合格的教主了。你过关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我便会辞官，回圣教主持登基大典。我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圣教的教主。祖师，我知道圣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有能力杀死老教主的人，就能成为新教主。我目前是5要境，好像能杀我的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我在，无人敢动你。你需尽快磨砺自身，便无人杀得了你。祖师，你不是说还剩7年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只靠境界压制，必然是如履薄冰。身为圣师，如果能带领圣教走出一片新天地，赢得教内弟子万众归心，那么没人想要杀你，也没人敢动杀你的念头。而今，已不是凭借1-2门祖宗传下来的功法便可以叱咤风云的时代，切不可固步自封。你始终不会缺少竞争者。祖师，圣女求见。不见。圣教主在我心中已有人选，让他回去吧。登基大典尚未举行，圣女若比新教主优秀，难道不该优胜劣汰？公主，呀，我都收拾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搬去太学院呀？不急，距离太学院开课还有2日。多谢。我先继续诊治。神医，救救他吧！他在战场上被头上长角的蛮子用镜子照了照，回来后便越来越瘦。将军不想让他留在军中等死，命我送他回京求医。晚了，人已经死了。他明明有气，还活着，只是身体还活着。他中的是蛮帝国的巫毒，毒性渗入魂魄，已经魂飞魄散了，我救不了。这方子叫做纯阳炼虫丹，再有人中巫毒，尽早服用可以救命。神医大恩大德，令我兄弟们无以为报。
他们是庆门关的将士。庆门关正与蛮敌国打仗，你的药方可救百万将士性命。肥妻，放牛的，谢谢你。你的气色很好，怎么也来找我看病？是我家中有位长辈久病卧床，看了不知多少医师，就是不起作用，所以要我来请你走一趟。上轿吧。肥妻是严康的公主，她的长辈，该不会是……皇帝生病了吗？我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体魄很是强健啊。嘘，病的是我的祖母，当朝太后。你可知父皇为何赦免了你躲避世禁的罪过？就是盼着你能治好祖母。我若是治不好呢？连父皇也保不住你的脑袋。可还有什么法子？祖母，我把花象神医请来了。秦牧参见太后。他小小年纪，怕是连医书都未读过几本，怎能给太后看病？万一是个骗子？萧太医也这么说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花象神医，太医们都是太学院的奸臣，未来是要教你医术的，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。天眼，看！太后这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此毒名为千机毒，是用1023种毒物炼成的奇毒。中此毒者，体内将同时存在1023种毒素，无论怎么开方，都只能解决一部分。而且，任何一种解药都会让毒性发生一种新的变化，治疗的次数越多，中毒越深。难怪每位太医诊治都断定是毒，可毒性却一直变化，药方也不停地变，但始终解不了毒，祖母反而病得越来越重。萧神医，你如何会知道这个千机毒？我听家里一位长辈说的。你的这位长辈现在何处？大虚。大虚。千机毒，此毒是玉面毒王所创，谁也不曾见过，所以吾儿姐，臣无能，臣该死。千机毒是玉面毒王的，可我分明在药师爷爷那儿见过。玉面毒王如今何在？据说毒王的弟子将他面具下的真容捅了出去，无数仇家杀上门来，他无法立足，只好割面而去，从此消失200年。不过，我倒是在大虚见过他一次。他们说的玉面毒王，不会真是药师爷爷吧？我从小到大，药师爷爷一直戴着面具，从未见过他面具下的真容。太医们无法可解，花象神医，你呢？千机毒是药师爷爷的毒，这毒会是他下的吗？不对，药师爷爷不曾出过大虚。
不可能下毒。我有办法解。不过，我需要知道太后中毒以来服用过哪些药，还需要1023位宫女，1023个木牌，1023只闭眼蟾蜍，一群不懂医术的宫女，一堆破木牌子，再加上些尸毒的蛤蟆，就能解千机毒。这小子爱弄什么花招，故作玄虚。他要是解不了毒，便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砍，恐怕我们也得给他陪葬。准。让宫女们按照图示列阵。放牛的要用它们来做什么？列阵。木牌一面为黑色，代表阴；一面为白色，代表阳。听我号令，第一列。阳，第2列阴，第3列阳，阴阳阳，第4列。我明白了，每位宫女代表着千机毒的一种毒物，而她的口令就是将祖母服过的药物，根据药性转化为阴阳符号输入，从而计算出千机毒在祖母体内的变化。用术数来推演药理，不可思议。第1列进入第3列，双阳相撞者，前位进阳，本位转阴。咦，他为何要不断变换位置？难道是想让所有毒物阴阳均衡吗？均衡谈何容易？除非他能找出藏在1023种气毒里，支撑其余1022种毒物运转的中枢大毒。阳气枯竭，生机不振，他要失败了。成功了！1022种毒物，阴阳相生相克，千机毒自解，将浩如烟海的变化化作简单的阴与阳，简直神乎其技。诸位太医，这方子如何？丹方奇美，壮丽如歌。老夫行医100年，却只流于表面。今日得见小神医，方知医术浩瀚无边。小太医能够死在小神医面前，死得其所，死得其所。
药不用丹炉吗？波动元气演化炉火，水火相济萃取药力，是失传了200年的龙虎香气手。没想到竟能见到这种传说中的手法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想学啊？我教你们。多谢小神医。他们怎么那么激动？药师爷爷说，炼丹最为关键的是精通药理，手法只是补充，算不上多么特殊。服下此丹，千机毒的毒素便会排出。待闭眼蟾蜍将其吞噬。小神医，谢谢你帮我解毒。你的炼药手法让我想起一个人，200年前毒杀各派高手的玉面毒王。太后见过玉面毒王？说起来，当年先帝死后，哀家曾见过他，与他有过几次幽会，为他倾倒过。谁能想到，青面獠牙、臭名昭著的玉面毒王与狼焰毒绝、风流满天下的玉面郎君竟是同一人，伤了不知多少女子的心呢。药师爷爷竟然还有一重身份。他早年收的弟子小毒王府元清突然捅破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他被仇人追杀得走投无路。哀家告诉他，哀家可以保他，还有几个臭女人也想保他。太后爱慕药师爷爷，没想到清心寡欲的药师爷爷以前这么风流啊！哼，他们到底是没有争过哀家，哀家也没有争过他们，他还是走了。造化弄人，折磨了哀家几10年的千机毒，竟是出自情郎之手。太后觉得是他本人下的毒？哼，不会是他，是小毒王。
听闻小毒王投靠了国师，他向哀家下毒，自然是国师的授意。小虫儿说，太后的千机毒被一个少年解了，看来是我师尊新收的弟子到了。国师，要不要再下另一种奇毒？已经不用了。太后与我之间并无恩怨，她当年为了保她儿子的江山，才反对我变法，陛下对此也有迟疑，因此我让你下毒，并非为了毒杀他，只是想让他无法干预朝政，陛下方能全心全意变法。而今朝野上下多是支持变法的人，那些造反宗派也步入局中。我大事已成，太后阻止不了我。国师想要哀家死，想了很久了。大抵是哀家对他的某些做法看不过眼，他嫌哀家挡了他变法的路。太后何不去告御状？你以为皇帝不知情？他见如今变法大成，哀家无力回天，便让你来解毒，否则他怎会顺着秀儿的话赦免你？赦免器民可是毒神的罪责。对千机毒如此了解的，只能是千机毒的创造者。你师父就是玉郎君吧？他在大虚过得怎么样？他很好。是他让你来救我的吗？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太后有些想多了。小神医受累，回去歇息吧。你需小心，你解了小毒王的毒，他定然盯上你了。小毒王，你讲究大事，我却讲究恩怨。你的伤好的差不多，继续采集星光调息即可。我要出去转转。师弟来了，做师兄的岂能不去见一见？你要小心，太后虽然不能奈我何，但是诛你还是可以的。太后聪慧，想必已经猜出你师弟的身份，她在等你上钩，将你诛杀。是你让我下毒，为何他不杀你，反倒杀我？我何其无辜！你忘了吗？太后与你师尊有些不清不楚，她是为自己报仇，更是为你师尊报仇。玉面毒王现居大虚，前不久有位大虚器民做了天子门生，应当就是你的师弟。哎呀，是了，终于看。今日所授课业是剑学。怎么回事？好强的剑气！这是给我们的下马威。剑未出鞘，剑气却锋芒逼人，这就是剑学兼成，剑三生。剑三生，原来是我叫剑堂堂主。寒光殿乃剑学之殿，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剑学氛围。你们可知何谓寒光？圣人有三剑，一曰寒光，视之不可见，运之不知有，其所处也，
泯然无迹，今物而物不绝。不可见，不可触。剑老师已经很厉害了，寒光境界岂不是更厉害？不错，剑运转到寒光的境界，便被称作以剑入道。被称作寒光剑神的，天下唯有一人。你们当以此境界为目标。请问如何才能达到寒光境界？我观你们方才应对我剑气的剑势，除了一人，其余皆不尽如人意，需要从基础剑势开始重新练习。基础剑势我们启蒙时就学过了，怎么还要练？不要小觑剑法基础，基础不牢的话，一切神妙剑法皆枉然。我以前遇到一个灵胎境的小孩，基础无比扎实，我以同等境界与他对决，却被他用木剑击败。我那时才知，剑法基础是何等重要。你个小孩这么厉害！太厉害了！是啊。现在运用你们所有力量，随我刺剑。秦牧，随我来偏殿。现在运用你们所有力量，随我刺剑。秦牧，随我来偏殿。难道启明的剑法比我们都强？竟然能蛊惑老师给他单独授剑？少教主认为我教的如何？剑堂，你的进步很大，不过你太关注剑，忽略了其他，还未做到合众为一。恳请少教主赐教。倘若他有老师刻意栽培，我们哪还有机会胜过他？趁他还没有长成大树，一定要赶走他。这次我们提前封闭听觉，不要被他的魔音挑拨，然后一起上，耗死他。这群人又来了。封闭听觉。冲！秦世子越发厉害了。你们不知道，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挨打了，上次更凄惨呢。对了，这件事你们可不要说是我说出去的。我们怎么输的？当然是被童子打输的。小心一次不够，还来第二次。第一次不能再饶恕你们。想要回云冰，拿钱来赎。吴灵儿，千学剑圣还在等着我们，走吧。启明别得意，狮子居3大高手就要历练回来了，到时候大师兄会给我们做主。大师兄，狮子居不成文的规矩，五妖境谁最厉害，谁就能当狮子居大师兄。好强的杀气！就像是刚从战场饮血归来的战士。祖师与国师剑自天禄楼收录天下功法典籍，寻常士则可进入第1层，阅览书籍，私学穷理。上面怎么还刻着国名？
道这些都是被严康降服的国家？这些书就是他们的国学？不错，一个书橱就是一个宗派，一个国家。第一层的书已经这么多，第二层呢？待秦学士突破至六合境，成为神通居士子，便可凭书牌进入2层。随我来。这笔法，是龙爷爷的画。国师搜罗天图国画圣之作，供太学士钻研书画造物之道，用以协助工部修缮营造。公子快看，星星被关到房间里了。国师采集星光融于此间，助太学士研制星斗旗变阵法，以其子演练兵部军阵，功法因时而变，因变而通。这第2层，便是国师的思辨之策。那第3层又会有什么？第3层只对皇族和为官为将者开放，内藏各国史籍经传、各境天文地理、各州商贸奏报，是以居安思危。思学、思辨、思危，这座天禄楼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。胡灵儿，走，我们从第1层开始看书。秦兄弟就这样，咚咚咚，世子君被他打了个遍。哟，世子居的大才子们有今天呢。当初是谁说自己有真才实学，瞧不起咱们这些免试入学的皇子院士子？现在看来，也不过如此嘛。何人胆敢打你们？师兄，大师兄为我们做主啊！大师兄，世子居来了个大虚器民，带着狐狸打击我们，连打我们2次，还故意传的整个太学院都知道，让我们抬不起头。惨了，连打2次。我看是你们寻衅，输了不服又去报复，所以才被打了2次。那个器民师弟很了不得，方才与他相遇，我身上有刚从战场下来带有的杀气，还未走到他前方，便被他觉察。他的元气随步法变化，将功法之道藏匿于行走，迫使我与他相互建立，事换敌意。这便是江湖礼节中的契机锁定，于平和中暗藏争斗。上次得见，还是我随霸山老师游历时，偶遇天奇门门主。他们2人越走越近，最后停下，相互见礼，错身而过。我一直不明白为何，直至方才，你们不出去历练，只窝在世子居，看不出那种争斗，必败无疑。大师兄，那器民在门口写了一块牌匾，自称武耀无敌，显然是不把大师兄你们放在眼里啊！大师兄从战场历练归来，就是为了教训师弟师妹们吗？不好，又来了个高手。老奴，你说，
世子居是不是需要换一个新的大师姐呢？嗯？沈师兄，月师妹降服的这个狼奴不弱，你更强了。你也是。平心静气，戒骄戒躁。不过来了个新师弟，沈师兄、岳师姐，你们怎么还要借此争大师兄的虚名？云缺师弟，你又不是禅师，整天装模作样的。嘘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厉害。哼，漓江派被灭门后，那里的其他门派造反作乱，我随着大军前去平叛。这些日子，我颇有些心得，想请沈师兄和岳师姐指教。我杀气太重，恐怕出手便有死伤。这位新来的器民师弟非常凶悍。世子居的世子多数都被他打了，你们谁若是能够胜过他，这大师兄的位子，我拱手相让。一言为定，我去度化他，先过一下大师兄的瘾。事闹大了，我得通知七兄弟。公子，公子，那边墙上有幅画，和魔猿那儿的好像。是霸体三丹功，但似乎是六合境的行宫图。我如今还在五曜境，没法使用。还好此前记下了真阳宫墙上的五妖镜残图，倒是可以比对研习。一会儿再找剑堂问问这壁画是谁画的，说不定他那里有五妖镜全图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微胖，七兄弟不好了！世子居的三大高手，太学院无妖境世子里最强的3个，刚刚历练回来，说要找你算账。哪3个人？武药第一是鲁万云，被世子居尊称为大师兄。排行第2的是师姐岳青红，动起手来极为凶悍，最近还降服了一个狼奴。第3位缠绵失心的云雀，最爱逞强斗狠。师弟是在说我吗？器民，听说你野性难驯，我心怀慈悲，特来度化。亮兵器吧。云雀师兄，我刚在天禄楼学了不少东西，正好与你练练。龙啸伏魔印。终于遇到高手了。
宝瓶印。宗王师，我的招法怎么会？都是好招式，可惜你没有学到家，华而不实，所以被我压制。连个领兵都没有，不过衣服还不错。我就等你来赎啦！亲兄弟，快跑！岳青红和沈万云就要赶来了，他们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我不会输。云雀太没用了。听闻秦牧在大考中用过刀法、术法、拳法和剑法，精通数艺，而他与云雀对战，只出了拳法，都没用上全力。主人，我的魔刀是战场杀伐之刀，招无虚发，可以逼他使出全力。好，你以前是狼居胥国的刺客，久经沙场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你以前是狼居胥国的刺客，久经沙场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有人偷袭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在天禄楼看过，这是狼居胥国的图腾。书上说，那里的人都是青龙灵体的变种，龙狼灵体。想必他就是魏兄提到的狼奴。那他的主人岂不是藏在暗处？这小子推发诡异，似有神龙气运。我将全爷的偷天神掌烧作修改，放瞬间也爆发雷霆之势。胡灵儿，他的战斗经验丰富，而且用了兵器，所以我下手重，给他留点钱财之伤。消失了！不好，我暴露了。玄宗咬人计，去影随心急。原来这就是《天文》中记载的云中天人。他就在我背后。岳师妹要输了。
师姐呢？他也是个高手，不过云宗却影重在身形，而不在脚步交错。他一味重视脚步，所以输了。陈兄弟，你又赢了。我从这3人身上学到很多，希望多来点高人，帮我开阔眼界。大师兄，你看出了什么？我在观察他的弱点，他的拳法、腿法都是1等1的，甚至还会剑法和术法，几乎没有弱点。但是他在与你们动手时催动功法，有一丝微不可察的破绽。他的破绽在哪儿？这不是讲学的钟声，是备战警钟。不好，太学院有大事发生了。走，快点去看看。好一派超然于世的气度。万物化生，太极问道，是道门。道门，道门作为正道第1大派，历史悠长，底蕴深厚，素来隐居昆仑山，为何突然来我太学院？久闻太学院是天下第1学府，广揽天下才子。道门丹阳子携道子林轩前来问道。这是什么？看看。这是在堵门呢。除非有深仇大恨，不然谁会用堵门这种手段？打太学院的脸，打国师的脸，打我延康国的脸。肥妻，玉秀妹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可是太学院皇子院的世子，自然得来看看。道门是正道第1大派，这次现身非同小可。若是太学院无法逼退这2人，只怕他们离开之后，道门便会造反了。凭借道门的声望，他们是想攻心。京城外面有各派趁机作乱，还打着讨伐国师的旗号，但京城里面还算平静，民心向背，一目了然。要攻谁的心？国师的心，天下人的心。国师将天下绝学收归国有，但如果聚集诸多资源，教导出的世子仍不如道门弟子，那这变法还有何用？届时父皇如果不诛国师，便会失德，失去人心，天下宗派悉数造反。这不只是攻心，而是诛心啊！诛人心向背之心。丹阳子，这是何意？道兄，天下大事滚滚如潮，久闻太学院聚集天下道法神通，国师要用太学院来取代天下宗派，道主便派我来看看
太学院是否有这个资格？道门一向超然，如今也坐不住了吗？我道门不求振兴本教，只求天下宗派不会成为延康国的附庸。3日内，太学士子皆可前来挑战。若道子落败，则我道门再无脸面反对国师。若3日内没有人打败道子呢？那就证明国师的变法无用。如若皇帝和国师坚持违抗神谕，为天下换一位新主，也未尝不可。我明白了。太学士子听得号令，3日为期，无论修为高低，皆可下山挑战道门道子。太学院输了，道门便要天下换主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啊？大师兄，我们世子居不如身先士卒，替太学院争得这个脸面。我倒要看看道子实力几何。道门凌轩，6合境界，自封6合神藏。他出招了吗？只打个照面的功夫，就连绊我世子君数10人。看不出他的剑招的，最好还是不要上场。二皇子殿下，二哥，二皇子殿下，二哥，道子哪来的剑？道门以道剑闻名于世，道子臂间的那柄拂尘，便是他的剑。对付世子居的五要境世子，一根沉丝足矣。接下来，去前线历练的神通居高手，也该回来了。青龙军镇威校尉昆子羽，敢请道子赐教。道子既是6合境，我便自封7星神宠。神通居的昆子羽，他也从边关回来了。镇威校尉是6品，看来他在边关搏杀，立功晋升了。青龙军，延康国这是在以练代学，培养官员呢。等太学士子离开太学院，便可直接授予实职，派到地方上或军中为官。道门道子，今日我以国师所传4项战阵其中剑招，向你讨教一样。坤师兄，我俗名凌轩，请。破开百魔图的4项战阵。这下我们赢定了！阴阳道眼，
你的剑仍有破绽。国师所创剑法果然高明，可惜你不是他。即便身处乱剑之中，仍能一眼看破昆子羽的破绽。好一个道门道子！放牛的，你能胜过道子吗？丹阳此时说：“我看到一个厉害人物，他的眼睛比寻常人多出2层眼瞳，似能看破我的虚实。心如止水，不为外动。延康国师号称神下第1人，他设立的太学院中自然有些厉害人物。倘若是山门前交锋，他封印了6合神藏，我与他的胜负在5-5之间。吹牛！你与他在5-5之间，岂不是说你比七星境的昆子羽要厉害？倘若不是正大光明的交锋呢？你的胜算又有多少？生死搏杀，不择手段，他没有半分胜算。其实我很强的。